零做哪些事儿会让你们觉得非常下头？假如说你们遇到喜欢的零的话，会不会主动出击，还是会就是一直端着呢？那你们对搞笑女的看法是什么样的？你们做一的话会很有优越感吗？就是咱们性生活的话，一周你们觉得几次比较合适？强势或者是优秀的零会给你们一些压力吗？那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开始问吧。你们做一的话会很有优越感吗？我也没有什么优越感吧，但是就是可能会给人带来压迫感。就是优越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每个人都感觉不一样嘛。反正我是觉得角色是平等的，所以我没有什么过分的优越感。是哪一个部位给对方带来压迫感？就是最huge 我没有优越感，但是我有一种特权感，就是我知道可以不用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服务。哦，你真是一个很懒一。懒一，我觉得也是。假如说你们遇到喜欢的零的话，会不会主动出击，还是会就是一直端着呢？我是主动出击那种，我会赞美他，我说你好可爱哦。哇，就是言外之意，我好想我觉得那个对主动出击看怎么算出击，然后我会主动，但我不知道算不算出击。我主动大概就是主动开场，然后再渲染气氛，最后是瓮中捉鳖。我遇到喜欢的特别喜欢的是还是会主动出击的，我觉得有时候端着的话效果会比主动出击会更好一些。就是咱们性生活的话，一周你们觉得几次比较合适？分年龄段吧。我现在的话，我就最多一周一次，我觉得撑死，再多命就没了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应该按一天几次吧。一天几次啊？一天几次？对，我也是，这25岁之前可以一天一次。是在下输了，在下从一开始就是一周一次的频率。我觉得到27、8岁之后，一周3次都有。那你们对搞笑女的看法是什么样的？搞笑女，我觉得搞笑女很有趣啊。我会带着我对象一起看她搞笑。对于你们来说，主动的零会更吸引人，还是会就觉得它很掉价呢？我觉得更吸引。我觉得我主动或者对方主动都很好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给自己彼此一个开始，所以我是觉得好，没有什么掉不掉价吧。我就是如果对方长得好看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主动是有魅力的；如果对方长得不好看的话，我就是觉得没有评价他的必要了，就爱谁谁了。whatever。就是如果对方不主动的话，那就更没有后味，更没戏了。他主动也可能还，对，我就觉得是这样，就要不就还有机会，对，那要不就破罐破摔，那就。所以就是姊妹们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咱们零，就是遇到喜欢的一定要给我主动出击，就是要主动，可以提高交配率。强势或者是优秀的零会给你们一些压力吗？不会，我甘心做一个男宠。男宠感觉，我觉得优秀的我喜欢，因为我其实喜欢对方身上有我没有的点，或者他有闪光点这种人。但是强势，说实话，我可能有点受不了。我不太喜欢强势的人。但是很多优秀的人都很强势啊。那得调教一下吧。其实如果对方是个强势的人，就你有时候会更有征服感或者是成就感。哦，对对对，怎么样才能确认一个一是真正的想要和你谈恋爱，而不是玩玩而已呢？就是如果他要是数次约会当中没有连续主动提出上床的话，我觉得他就想谈恋爱。我想法差不多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，如果他能靠控制住自己的下半身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想要跟你谈恋爱的。怎么说呢？要及时发现一些不良的信号吧。就除了上不上床之外，很多言行举止当中都会透露出，如果是你反感或者是跨过你底线的东西，就其实止损就好。就是包括不及时回信息，或者是在跟你约会的时候，然后在忙着发微信，这种都是一些小的细节。对，就证明他心不纯。零做哪些事儿会让你们觉得非常下头？在啪啪是饭母，我觉得我会很下头哎，而且我也不喜欢就是那种很尖的叫声。我觉得最下头的就是被我发现他在演戏，
表演的成分加太多了，有一点表演痕迹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但如果过分了，就是已经都让我发现这种程度了，我就会比较下头这种事，又会让我出戏，然后瞬间就没有注意力了。我听到这个问题，我就整个心情我就开心不起来。就是对我来说，那个有一个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，就不是下头了，那就整个就是人生阴影。就尤其已经开始准备买可乐的时候，然后他打开了自己的 QQ 音乐，播放了一首 Lady Gaga 的这个金曲，还蛮下头的。然后在我身上上下跳舞。这个蛮下头的。哎，我还遇到过一次，就是他一定要听那种综艺节目才能那啥，然后他打开综艺节目之后，整个人就瘫在床上，什么今天什么大家一起什么猜歌名干嘛？我的意识整个就去猜歌名去了，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神。然后给我造成的阴影就是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欧美迪瓦的歌曲一定是不能放，甚至连轻音乐都不能放，就是任何声音都不能有，一有的话我就会两个。